就在全球屏息关注中美贸易对决时，中国突然更换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悄然向美方递出橄榄枝。川普也罕见放软姿态，透露中方已多次主动联系我们，甚至乐观表示双方有望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这场世纪贸易大战是否即将迎来戏剧性转机？让我们先看看血淋淋的数据。2018年，川普掀起对华贸易战时，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金额达到创纪录的5385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4182亿美元。当时，中国经济依然坚挺，甚至有底气喊出奉陪到底的狠话。然而，6年后的今天，情势已经完全逆转。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仅剩4389亿美元，比峰值时期减少近1000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也从最高的4182亿美元降至2954亿美元。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十万中国工厂的倒闭，是数百万工人的失业，是曾经繁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区如今空荡荡的厂房和寂静无声的生产线。中国经济正面临3重暴击。第一重打击，出口断崖。川普的关税黑拳已经让中国出口企业几乎无法呼吸。从最初的 25% 到现在的惊人 145%，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已完全失去价格优势。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 28.3%， 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多家经济分析机构预测，如果关税持续，今年底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减少近 50%。第二重打击，企业倒闭潮。深圳、东莞、苏州等制造业重镇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企业倒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前3个月，珠三角地区就有超过5万家外贸企业申请注销。一位东莞本地企业家痛苦地表示，145%的关税等于判了我们死刑，货物卖到美国比扔进海里还亏。第3重打击，失业危机。出口断崖式下滑直接导致失业率飙升。官方数据显示，今年青年失业率已超过 20%， 创历史新高。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峻。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包括灵活就业和隐性失业，中国实际失业率可能超过 15%， 是官方数据的3倍以上。川普吃硬不吃软与中国的面子困境。面对经济崩盘的风险，中国政府终于按下了求和按钮。但川普的个性众所周知，吃软不吃硬。就在你认为他会软化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加强硬。回顾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为了换取关税减免，曾承诺2年内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不少于2000亿美元。然而，这个承诺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中国实际采购量仅完成了承诺的 60% 左右。中方的失信让川普记恨至今。北京现在急于再次与美方谈判，希望能够减轻关税压力。但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承受更多关税打击；另一方面，过于急切地向美国求和，会让政府失去在国内民众面前的强硬形象。这种面子困境让北京进退两难。中国的7个没有谈判筹码全面匮乏。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中国面临着7个没有的尴尬局面。没有贸易平衡筹码。美国始终将贸易平衡作为谈判的核心目标。但即使经过多年关税战，2024年美中贸易逆差仍高达2954亿美元。中国制造业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并不那么依赖中国产品。多家美国零售商已经将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2. 没有履约信用。
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失败履行，已经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失去了信用。川普公开表示，中国从不信守承诺，这意味着即使中国再次做出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美方也会要求更严格的执行机制和惩罚条款。3、没有技术竞争优势。美国已经全面封锁对华高科技出口，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已经严重受阻。据国际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中国芯片自给率仅在 20% 左右，远低于官方宣称的 70%。4、没有金融自主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停滞不前，国际支付份额仅为 2.5%， 远低于美元的 40% 以上。美国随时可以通过金融制裁手段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5、没有地缘政治支持。中国试图拉拢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对抗美国，但效果不佳。越南总理范明政竟在送走中国领导人后立即表示，越美关系不同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印尼、泰国等国也纷纷向美国示好，希望避免被美国加征关税。6、没有俄罗斯牌可打。中国试图利用支持俄罗斯作为对美国的威胁，但这张牌已经失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如果俄乌和平谈判不能很快取得进展，美国将放弃斡旋努力。中国若继续支持俄罗斯，只会进一步激怒美国。7、没有替代市场。中国无法通过开拓其他市场来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欧盟、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也已经开始减少对华依赖。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对美出口约占其总出口的 17%， 而替代市场的消费能力远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最终难题中国经济的双重困境。中国经济如今面临内外交困的绝境。对外，中国的硬扛策略失败。中国最初对川普的关税战采取了硬扛策略，认为美国经济会先受不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误判。美国经济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失业率维持在 3.8% 左右，通胀也已经回落至 2.5% 左右。而中国经济则每况愈下，出口断崖，房地产危机，消费疲软，失业率攀升。对内，中国的内循环幻想破灭。面对贸易战，中国政府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策略，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对冲外部冲击。然而，这一策略遭遇了3重障碍：居民没钱消费、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和高医疗费用已经耗尽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 45%， 远高于美国的 7%， 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极度不安全感。企业不敢投资，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意愿低迷。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制造业投资同比仅增长 2.1%， 创下近20年新低。政府难以刺激，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大规模基建来刺激经济。据财政部数据，中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已超过40万亿元，隐性债务可能更高。中美贸易谈判3种可能的结局。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可能有3种结局。结局1，中国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可能会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包括承诺2年内从美国增购3000亿美元商品，大幅开放金融服务和云计算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如果中国做出这些让步，美国可能会将关税降至 70% 左右，但不会完全取消。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有限的喘息空间，但不足以改变其长期衰退趋势。结局2，谈判破裂，关税升级。如果中国坚持强硬立场，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关税，甚至推出终极大杀器，禁止中国公司使用美元结算。这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崩溃。据估计，如果美国禁止中国使用美元结算，中国 GDP 可能会在短期内萎缩15%至20%，失业率飙升至20%以上。结局3：达成临时协议，矛盾延后。最有可能的结局是双方达成一个临时性协议，中国做出一些表面让步，美国略微降低关税。但这只是将矛盾推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美经济脱钩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困境也将持续。中美贸易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博弈，而是两种制度、两种理念、两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冲突。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战迫使中国改变其经济模式，而中国则试图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寻求生存空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经济已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飙升，银行体系风险增加，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正经历至暗时刻。历史将记住这一刻，当中国领导人匆忙更换谈判代表，急切地向美国求和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中国经济无法在与美国的对抗中生存。